赤云已经带兵夺回了7城，现在开始反攻宣阳，围困统领关。太好了，有赤云在，玄木算是保住了。但以现在我们的情况，根本不能给赤云任何帮助，就连我的府邸都被监视得非常严密，再加上您的身份，咱们只能等待结果了。雨辰怎么样？他有随赤云一块出战吗？雨辰，殿下怎么想起问他了？他是我多年的一个琴友，随便问问。雨辰和叶枫现在是赤云的左膀右臂，当然已经出战。你放心，我听说他灵力高强，足智多谋，定然不会有什么闪失。太好了，希望上苍怜悯我玄木，保佑赤云、雨辰以及玄木所有的将领连战连捷，平安归去。起来吧！我宣阳族原本只是宣阳山脚下的一个小族，人口稀少，物产匮乏。记得我年少时去中原游历，因为说话有宣阳口音而被人讥嘲，就连为自己心爱的女人买一件稍微贵一点的首饰，都被人认为是小偷。几十年前，我站在宣阳山上问你们的父辈，有没有勇气跟我走出宣阳山？他们用气壮山河的口音来回答我说有，因为他们的答案，你们才得以在宣阳的土地上衣食无忧。现在，不管走到哪里，有宣阳口音的人更会被人尊重，弱者欺弱，强者自强。你们愿意做弱者，还是强者？今日我问你们，有没有勇气守住这统领关？守住统领，耀我宣阳！前几次试探都失败了，看来咱们是拿统领关没有什么办法了。统领关不仅城墙高大坚固，还聚集着宣阳最强的军队和各种新式的守城器械，的确是块难啃的骨头。是啊，宣阳王现在又来了，宣阳的士气大振，这仗啊，恐怕是更难了。看来强取是有难度。大人，末将还有一事向您禀报。以往我们的粮草都是提前20天运到，可这次运粮的车队已经晚了6、7天还没有消息。下面的人也都急得很。他们筹备粮草确实困难，这个我是知道的。给他们一点时间便是了。可是大人，行了，粮草不是你该关心的事，我会找人处理的。是大人。报，大人，门外有人求见。谁啊？属下不知，不过此人交给属下一样东西，让属下交给大人。诸位，你们继续讨论攻城的策略。我有一位故人要见，去就回。是大人。
赤云，我有件事想要求你。说吧，我们之间何必说求字？我父王亲征，现在就在统领关。你能不能看在我的份上，退兵？为什么？你已经拿回原本属于玄牧的土地了。统领关后就是宣阳，难道你要打到宣阳族家破人亡，打到2代王族生灵涂炭吗？我曾经对玄牧王有过承诺，你也知道，只要我赤云的许诺，永远都不会改变，所以我不能退兵。对不起。在战场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。我真的不希望你和我父王之间有任何一个人出现意外。我知道，所以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情。只要你肯退兵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如果有一天，我真的跟你父王生死相搏，如果我失手杀死你父王，请你不要恨我。如果是你父王杀了我，我希望你也不要怪他。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难道只能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们2败俱伤，或是有任何一个人离我而去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吗？你要明白，玄牧跟宣阳之间的积怨不可调和，不是我跟你父王能够控制得了的。就算我们强行阻止战争，也只是勉强拖延罢了。这场战争没有谁对谁错，都是出于对族人的忠诚。就算是我求你也不行吗？你要去哪儿？回宣阳。启禀陛下，臣刚刚得到一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？咱们在赤云军中安插的探子来报，赤云大军粮草不济，已经开始削减士兵们每日的口粮了。此事当真？千真万确。哦，这的确是个好消息啊！陛下，咱们要不要趁此机会将他们彻底消灭？不急，观察几日再说。不过有一件事现在可以去做。陈芳，你带领几个高手绕到赤云军队的后方，找个隐蔽的位置，布下周天星斗移转大阵。陛下的意思是，咱们从后面偷袭。可是这个距离的周天大阵，每一次只能传送10几个人过去。要想组织一次像样的偷袭，需要400-500人，布阵的时间也至少需要1个时辰以上。没事。如果赤云军队没有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咱们就按兵不动；如果他们因为粮草的事发生混乱，那么我们的500人和外面的军队将会形成前后夹击之势，会给他们造成更大的混乱。明白了，陛下，臣马上去办。大人，你找我？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。今夜你带着最精锐的5000兵马，到统领关外的树林里埋伏起来。一旦接到我的命令，立刻进攻统领关。5000人就进攻统领关？你听我的吩咐便是。还有什么疑问吗？哦，没有。叶枫遵命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自己的兄弟去送死的。到时你就明白了。是，大人。
赤墨、陈方，你们来看，赤云军中的炊烟是越来越淡了。看来细作所报无误，赤云的确是粮草不足了。陛下，看来咱们宣扬的机会来了。姐姐，你在担心赤云吗？我在担心所有人，担心我的父王，担心宣阳的子民，也包括赤云。姐姐放心吧，赤云和伯伯都是统兵之人，就算一方兵败，他们两个也不会有事的。但愿如此吧。大人，现在军中缺粮，将士们都在挨饿。今日发口粮之时，已经有人开始抢粮了。到底怎么办？不能让将士们饿着肚子上战场。传令下去，一旦有人哄抢粮草，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，一律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万万不可！抢粮实属无奈之举，如若大开杀戒，寒了将士们的心，这仗可就没法打了。你听我的便是。大人，敌军偷袭！敌军偷袭！来得正好，跟我出去看看。将军，宣阳有一股人马已出现在我军背后，现已向我军营地发起进攻。宣阳那边来了多少人马？回禀将军，大概400-500人，但个个身怀灵力，一看便是精锐。一出现便对我军进行突袭，我军将士没有准备，伤亡惨重。传令下去，火速召集人马，务必将他们全部留下。是。咱们终于要开战了。斥候发回消息，统领关城门大开，人马尽出，在宣阳王的带领下，已经向我军发起进攻。太好了，立刻发信号给叶枫，让他准备攻城。得令。宣阳王，我来了。
二人终有一战，不如今日就做个了结吧。哼，赤云将军好胆色！陛下节哀，王后过世了。
陛下，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，统领关被叶枫攻占了。迅速传我命令，全军撤退，不可恋战。是。将军，大人，不知将军找我来所为何事？我知道你对粮草一事一直耿耿于怀。本来事情的真相只有我跟叶枫知道，但是战事已经结束了，也没有什么好隐瞒你的了。怎么回事？我也是攻城以后才知道什么事的。其实我军的粮草一点也不短缺，还很充裕，只不过被大人藏起来，假装没有而已。为什么？只要宣阳王拒不出战，我们便绝无攻下统领关的可能。粮草再充裕，也只不过是白白消耗，没有任何的意义。所以我假装军中无粮，让宣阳王误以为有机可乘，弃城而出。我们拖住宣阳王，让叶枫攻下毫无防备的统领关。这样，就算宣阳王死战到底，我们前后夹击，也定能战而胜之。可是我们只需要放出消息便是，为何真的不发粮啊？因为军中混入了宣阳的探子，作假的话，宣阳王便会一清二楚，甚至会假装受骗，带兵佯攻，实则在统领关留下后手，埋伏叶枫。此次我们必须攻下统领关，付出任何代价，我都在所不惜。所以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。希望你不要心生芥蒂。其实我知不知道，又有什么要紧？可怜那些将士了。如果他们可以多吃一口，也许就可以多一份在战场上活下来的机会。他们都是为了玄木而死，是玄木的大英雄。我已经想好了，等战事彻底结束，我会好好的祭奠他们，并且保证他们的家人此生衣食无忧。阿莫，你受苦了。从今往后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哥哥们不在了，如今连母后也离我而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
我不就是你的亲人吗？况且你还有玉宸呢。大哥，大哥已经死了。他不是在汤谷疗伤吗？那是我们为了掩饰真相做的傀儡。真正的大哥，在与你交战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是我害了他。不怪你。大哥在与你交手之前，就被姬姨下了药，不然也不会不治而亡。原来如此。可惜了，玉宸本来是大荒数一数二的天才，没想到却落得如此下场。朝堂之上的勾心斗角，有时候比战场更加险恶。所以我跟云桑提过，等到战事结束之后，我就把兵权交出来。相比起来做大将军，我更喜欢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赤云。有件事情我要谢谢你。什么？统领官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你没有杀我父王。没什么，我只是突然想到你伤心的样子，就没有忍心再追下去。阿木，跟我回若江吧，那个地方才是我们的家。虽然你已经很久没有回来过了，不过我每年都在休憩，时刻等着你回来。你知道吗？我每次一听到门口有动静，就赶紧冲出去看，看看是不是你回来了。我多么希望是你站在门口笑着对我说：“夫君，我回来了。”我想好了，等我处理完母后的后事，就离开宣阳。那就可以跟我回若江了。也对，应该回凌云才是。没说回凌云啊。那你摇头干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现在不能告诉你。等我办完了母后的祭礼，自然会给你一个惊喜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初见若缱绻誓言，风吹云舒卷，岁月间，问今夕又何年？心有惜但愿执念，轮回过经年，叹
弹指间，繁花开落多少遍。